汉在杰克率领百兽海贼团的海贼们对左岛莫克莫公国展开强攻，毛皮族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国王犬蓝公爵终于登场，以十分强硬的口吻命令杰克立刻停止破坏和暴力行为。西普斯站出来，狂傲地说道：“想要停止战争，就交出战士雷藏。”毛皮族依然坚持这个国家中没有雷藏这个人。杰克的耐心已经到达极限，当即下令杀掉莫克莫公国所有人，毁掉整个国家。手下们应和一声，操起武器大开杀戒。犬蓝公爵大喊一声住手，接着他从坐骑鳄鱼身上翻身跳下来，丢掉手中的剑，表示毛皮族上下不会抵抗，如果想要寻找武士，就在岛上随便搜查好了，只要停止破坏行为。杰克冷酷地说道：“我拒绝。”接着一鼻子甩向犬蓝公爵，轰隆一声巨响，卷起一阵沙尘。杰克这一鼻子可以轻易地击毁一座房子，大家以为犬蓝公爵肯定完蛋了，但是犬蓝公爵毛事没有，仅用一只手就将杰克的象鼻子挡了下来。犬蓝公爵依然不希望发动战争，带着恳求的语气告诉杰克，国家里确实没有武士。但杰克完全一副蛮横霸道的样子，明确地告诉犬蓝公爵，如果交出武士，他就停止攻击；如果没有武士，那就是罪，完全不讲任何道理。犬蓝公爵被逼无奈，只好捡起地上的剑，再次躲开杰克的攻击，然后下令所有毛皮族全力抵抗，击退敌人，停止战争。毛皮族和百兽海贼团的战争开始了，战况惨烈，死伤不断。犬蓝公爵手持宝剑与杰克打在一起，犬蓝公爵将电气传导在宝剑上攻击杰克，但猛犸象状态的杰克身上好像披了一层铠甲一样，根本无畏犬蓝公爵的攻击。双方打得正是激烈的时候，象主的鼻子向岛上喷水，降下了喷火雨，大雨瞬间淹了城镇。由于百兽海贼团这边能力者居多，有了喷火雨的助攻，战况暂时偏向了毛皮族。但是等到喷火雨结束后，形势又逆转回来，百兽海贼团立刻重振旗鼓，杀得毛皮族片甲不留。傍晚6点钟，一声野兽的嚎叫划破了所有的天空。莫克莫公国另一个国王猫斧石老大苏醒了，犬蓝公爵立刻下令火炮手们随着自己撤退，正好由猫斧石老大率领夜间部队对敌人进行不间断的车轮战，自己一会儿好好休息。这样昼夜轮替的话，应该很快就会将敌人拖垮。犬蓝公爵放下狠话：“杰克，别以为只有你蛮不讲理。”一阵烟尘之后，犬蓝公爵带着火枪队消失了。夜空中以极快的速度窜出一大群黑影，巨型猫妖。猫斧车掌柜带着他的侠客团赶到，废话不多说，直接奔着杰克奔去。杰克扬起粗大的鼻子，想将猫斧车掌柜拍倒在地。猫斧车掌柜身形敏捷，冲过去抓住杰克的鼻子，一招过肩摔，将巨型身躯的杰克狠狠砸在地上。猫斧车掌柜厉声说道：“你们是来找武士的吧？我是绝对不会让武士踏入这个国家一步的。如果武士来了，我第一个将他咬死。”杰克瞪圆了眼睛，接着变身成人形状态。这是一个身上扛着象牙的巨型壮汉，悬赏金10亿贝利。新世界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居然还有这么多战士，看来要好好干一架了。杰克感叹一声，然后拿下肩上的2颗象牙，推掉包裹象牙的外皮，露出2把镰刀。猫斧车掌柜操起一把长枪，冲上去和杰克对砍。杰克反高攻强，十分抗揍。猫斧车掌柜身手灵活，虽然给了杰克几招，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对杰克来说，就像挠痒痒一样。猫斧车掌柜和犬蓝公爵以车轮战的方式和杰克没日没夜的大战了5天5夜。本以为拖着也能将杰克拖垮，没想到杰克强悍的有点变态，一个人打2个毛皮族，顶尖战斗力，没日没夜的对砍，居然啥事都没有，丝毫没有疲惫，体力实在惊人。另一方面，百兽海贼团的援军源源不断的从海上涌过来，侵入左岛，根本打不完。双方就这样焦灼着，战争持续到第5天，杰克的耐心被耗尽了，于是搬出了绝杀武器毒气瓦斯。不用想，这种毒气瓦斯正是来自凯撒。多方的民歌做着地下武器走私交易，其中就有凯撒制造的化学武器。凯撒的化学武器用过的都说好，凯多知道后也入手了这种毒气瓦斯，这次被杰克用在了左岛上。杀戮武器毒气瓦斯爆炸后迅速在岛上扩散，人们避无可避，几乎就在一瞬间就将大半个岛的毛皮族都毒倒在地。毒气瓦斯吞噬了整片城镇和半片森林，毛皮族的行动完全被封锁住了。除了在据点深处避难的人们以外，毛皮族几乎全军覆没。杰克率领手下对失去战斗能力的毛皮族进行凶残的虐杀和酷刑拷问，只要毛皮族国民说没有武士，就会被海贼们拿刀直接捅死。国内到处响起悲鸣声和惨叫声。杰克命令手下将猫斧车掌柜和犬蓝公爵以及侠客团、火枪队的那些强者们绑在柱子上严刑拷打，酷刑持续了整整1天。杰克砍了猫斧车掌柜的1条胳膊，砍了犬蓝公爵的1条腿。直到第6天的时候，杰克大概是厌倦了同样的答案，对左岛的破坏也够了，于是留下一部分属下后，带着其他人撤离左岛。旺达讲到这里，双眼泛着泪光。这时，已睡着的犬蓝公爵突然醒了过来，说道：“其实杰克不是偶然离开的，毛皮族是被人救了。”在杰克离开后的第2天，报纸上刊登了杰克死亡的新闻。杰克从左岛离开，正好是路飞一伙人打败多弗朗明哥那天。
杰克是为了救出被海军押送的多弗朗明哥，所以才被迫无奈停止了对左岛的破坏，离开左岛去拦截海军舰队。结果率领的海贼团被海军大将藤虎和前任海军元帅战国合力团灭，杰克自己也下落不明，被暴打成了死亡。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杰克是因为路飞等人的原因离开了左岛，路飞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杰克离开后的第二天，山治一行人乘坐桑尼号到达左岛，来到被杰克撞开的城门前，山治等人感觉到国家里蔓延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其他味道。山治安排布鲁克和娜美逃之住原地等待，自己和乔巴凯撒进城去看看情况。娜美等人老老实实的等在城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年轻的毛皮族女孩从丛林中跑出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巨大的长腿鳄鱼，鳄鱼上坐着百兽海贼团杰克船上的给付者团的西普斯和一个女性给付者。大概是出于某种正义感，娜美救下毛皮族女孩，布鲁克则拔刀上前，用黄泉剑冻结路面。西普斯乘坐的鳄鱼脚下一滑，带着他们二人直接飞了出去。毛皮族女孩趁机逃走，娜美等人立刻追了过来。另一边，山治和乔巴凯撒来到城镇中，正好看到了一片废墟的莫克莫公国城镇，以及被虐杀的毛皮族，空气中还弥漫着毒气瓦斯。山治看着满地的尸体，打算和乔巴暂时退出城镇，等毒气瓦斯散去再说。这时，一具尸体说话了，一个美洲豹毛皮族祈求山治和乔巴救救他们，救救猫夫社老大和犬蓝公爵。山治和乔巴这才知道，倒在地上的这些人还活着。为了防止自己也中招，山治和乔巴暂时退出城镇，想办法驱散国家内的蔓延的毒气。一边的凯撒忍不住炫耀，这毒气是我制造的新型杀戮兵器，威力真是惊人啊！还没等凯撒炫耀完，山治和乔巴一人一脚将凯撒踢倒在地。这家伙果然是个人渣，居然制造这种大规模的生化武器。这种名为 KORO 的生化武器，还有麻痹神经的毒素，从吸入到丧命只需48个小时。从目前城镇中蔓延的毒气的稀薄程度来看，已经过去1天了，所以这些毛皮族已经没什么活头了。乔巴要求凯撒立刻想办法驱散毒气，并且制造出解毒剂。凯撒告诉乔巴，别看这些家伙这样，他们可不是什么善茬。毛皮族以厌恶人类和强大的战斗力而闻名，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否则的话，等他们获救了，可能自己一会儿直接就被咬死了。山治掏出凯撒的心脏，以捏爆凯撒的心脏作为威胁，让凯撒立刻想办法解救岛民。突然，大地一阵颤动，象主的喷火雨开始了。山治和乔巴凯撒被洪水冲进丛林，丛林深处传来娜美的尖叫。山治留下乔巴看守凯撒，自己飞向空中，冲进丛林里，看到了和百兽海贼团的西普斯战斗的布鲁克以及娜美。山治冲上去一招恶魔风脚打退西普斯，将娜美以及躲在暗处的毛皮族女孩一起救下来。乔巴带着凯撒回到城镇，凯撒利用自己的能力中和掉了岛上的瓦斯，晕倒了的毛皮族们逐渐苏醒过来。乔巴确认城镇内没有毒气后，呼唤山治等人，大家聚在一起，这才完全看清了城镇的惨状。国家几乎都被毁灭了，到处都是伤员和尸体，城镇被毁成了一片废墟。在一片尸体和伤员之中，突然跳出来一个狗狗女性毛皮族，拔剑冲向娜美。好在娜美反应及时，用天护棒挡下了狗狗毛皮族的攻击。这个人就是旺达，他以为山治几人与杰克是一伙人，都是为了武士而来，因此才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进行攻击。娜美将中毒的旺达控制住，旺达随后掏出一支炸弹，准备和娜美同归于尽。他哭着喊道：“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跟我们究竟有什么仇怨？杀了我们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娜美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在丛林中，那只被山治救下来的毛皮族女孩跑了过来，制住了旺达。美洲狮毛皮族一把抓灭了旺达手中的炸弹，告诉旺达他们和杰克不是一伙的，放心。旺达这才消除了敌意。乔巴捧着一堆医疗器械跑过来，催促众人争分夺秒的研制解药，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岛上居民的生命。旺达感动的热泪盈眶，大家都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会有陌生人愿意站出来出手相助。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乔巴带着大家与时间战斗，分秒必争，全力研制解药。旺达和能行动的毛皮族赶去森林，找来了那些避难的还没有中毒的毛皮族医护人员，大家齐心协力的将伤患者集中起来。乔巴与凯撒一起做好了解毒剂，然后将解毒剂分发下去，给所有中毒的毛皮族注射。毛皮族身上的毒素解除了，山治又做好了美食，帮助大家补充体力。布鲁克奏起音乐来，治愈人们心中创伤。毛皮族很快重振精神，虽然萍水相逢，却未曾置之不顾，反而竭尽全力的出手相救。因此，毛皮族对草帽一伙十分感激。悲壮的故事讲完了，乔巴要去给另一个国王猫夫社掌柜检查身体，旺达提出来做司机，开着鳄鱼带草帽团去往森林里见猫老大。旺达的职务在毛皮族里比较特殊，担任王之鸟一职，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分昼夜来往于两位国王之间的职务。除了旺达，加洛特也担任这一职务。路飞等人对猫夫社掌柜很有兴趣，欣然随着旺达前往鲸鱼森林。众人前往鲸鱼森林的路上，路飞问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山治与凯撒的去向。布鲁克拨动吉他琴弦，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要从2天前说起，并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山治他也许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路飞一听就火了，山治在信中不是说过他会回来的吗？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山治一行人在德雷斯罗萨甩掉了女王妈妈圣歌号，开到左岛。2天前，贝克穆斯等人驾驶着女王妈妈圣歌号也赶到了左岛。大妈团的贝克穆斯就是左岛的毛皮族，在德雷斯罗萨听到山治他们的目的地是左岛之后，非常轻松的就找了过来。一进国门，贝克穆斯就被眼前的一片狼藉惊呆了，惊慌失措，四处奔走呼唤岛民。随贝克穆斯一起到达左岛的还有贝基，他点燃一支雪茄，躲在一边看热闹。毛皮族一直有一个传说，与一帮人交换衣穿是友情的象征。旺达与娜美交换了衣服，这就造成了乌索普等人到达左岛时的误会。他们看到旺达穿的娜美的衣服，以为娜美在这里遇害了。不仅如此，旺达还将国宝首饰赠送给了娜美，让娜美心花怒放。城门外，贝克穆斯与贝基寻了过来。贝克穆斯与门前的守卫是熟人，可以随意入境。一看到城镇的惨状，贝克穆斯就恨得直咬牙。与自己有过节的只有草帽一伙，一定是他们为了报复自己，袭击了自己的家乡。守卫毛皮族安抚了盛怒下的贝克穆斯，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草帽一伙不仅不是凶手，反而是毛皮族恩人。贝克穆斯听后大声痛哭，国民听闻贝克穆斯归来，纷纷出来迎接。山治一伙看到贝克穆斯，心里慌的一批。大妈海贼团的目标就是凯撒，而在渔人岛的时候，路飞还冲动地向大妈宣战。在这里碰到贝克穆斯可不是什么好事。凯撒当初承接过大妈委托的研究项目，但是项目失败了，自己还扯谎骗过大妈一笔研究经费。一开始凯撒仗着有凯多做后台罩着自己，得意忘形。多放了明格岛台后，大妈海贼团对凯撒的追杀开始了。凯撒心里慌得要死，唯恐山治等人心情一个不美丽，把他交给贝克穆斯手里。琢磨半天，凯撒想出了一个损招，与山治联手，利用毒气瓦斯把贝克穆斯和贝基一起暗杀掉。山治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么白痴的建议，他带上布鲁克，把贝克穆斯和贝基交到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区，打算和贝克穆斯二人干一架，在不会波及到毛皮族国民的地方做个了断。让山治意外的是，本以为会杀气满满的贝克穆斯突然哭着下跪，感谢山治等人对故乡出手相助。为了报答山治，贝克穆斯说出了他们此行的一项机密任务。大妈下达指令，说带回凯撒还有另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很可能会导致草帽一伙全军覆没。贝克穆斯决定将这个任务压下来，放走山治等人，只把凯撒带回去交差。对大妈就说草帽一伙逃走了，没抓到，糊弄过去就可以了。贝克穆斯身后的贝基提醒他不要把私人感情带到任务里。贝克穆斯根本没把贝基放在眼里，一意孤行。但让贝克穆斯没想到的是，黑帮老大出身的贝基胆大心狠，性情凶残。他直接在贝克穆斯身后对他偷袭，趁贝克穆斯不注意，疯狂射击将他干掉。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